李长寿又等了4日，东木公才驾云飘向海神府，却是已经点好了10万天河水军，等李长寿过去接管。10万虽然不太多，但这些是李长寿直接掌管的兵权，意义非同寻常。而当李长寿跟着东木公抵达天河，看到站在天河边缘那拄着9齿钉耙的英俊青年，不由得也是一笑。东木公笑着：海神看，那就是陛下钦点的天河水军副统领卞庄。我听天庭传闻，这卞庄也有人教背景，由你差遣最合适不过。听闻此言，李长寿的头顶冒出了一串的黑点。你看，这就是谣言的力量。当卞庄换上这身崭新的银亮战甲，站在平静却浩瀚的天河边，等待着海神和东木公前来检阅时，他的心情无比的复杂。想当初他卞庄来天庭，真的只是为了那个仙子姐姐。虽然此时尚不知家人芳名，且已经是死了这份心，但是初心是不能被蒙蔽的。可是就是这般的环境中，天庭硬是用功德和官位让他卞庄有了向上奋进的事业心。这才多久啊，他卞庄从玩笑般的天斗元帅成为了天河水军副统领。这才多久，他积累的功德之力已经比自家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天涯阁所积累的功德还要多出数倍。当然了，经营这种临时情节场所，积累功德的机会本来就不多。现如今卞庄走在天庭中，自己能够活动的范围内，与众天将称兄道弟，遇到天兵都会喊一句将军或者是元帅。这一声元帅当真是比100声少主让他舒服1000百倍。更重要的是，偶尔路过成群结队的仙子们，他们也大多会对自己投来好奇欣赏的目光，而非是讨厌厌和恶熏熏。这些还只是看得到的好处，其他好处数都数不过来。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修为的提升变得容易了起来，原本的平静似乎都已经消失不见了。他卞庄现在真心实意立志要成为天庭之中一位优秀的将领，所以当卞庄得到通明殿调令时，兴奋到几乎道心梗塞。可当他看清楚调令后面那一句率天兵攻悬上无缺4海神节制，卞庄眼前一黑，差点就连夜逃出了天庭。为啥呀？他现在最怕见到的就是这位海神呐。卞庄在男女那点事儿之外，并非是愚笨之人。他如何不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够得到天庭这么多赏赐，不过是因为他偶然一次酒后失言，吹牛吹大了，言说自己得了人教玄都大法师和海神的赏识。还好大法师这般超然的存在并未在意这一点小事，而海神大人颇为繁忙，一直也没管这点小事儿。可是如今呢，卞庄早非当初一无所知的种豆人，他完全明白了海神在天庭是如何的权势滔天。据说是东木公亲口所言，如今海神承担着天庭80之上的要务，是玉帝陛下最为信任的臣子，更是东木公之外唯一拥有直接调兵大权的天庭重臣。当然了，海神最强的背景自然还是人教的3号大佬。他卞庄呢，不过是家里面有一点产业，在天庭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借着自己吹过的牛，仗着自己手里出自于兜率宫的耙子，他成为了天庭如今炙手可热的天降小生。可这些都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只要海神一句话，他立马就会现出原形，甚至此时被捧多高，下一刻就会被摔得有多惨。这不是要了我的亲命了吗？这怎么办呢？卞庄不断的犹豫，他想要一走了之，又舍不得如今的荣华富贵。最终卞庄决定去提前拜见海神，无论付出哪般代价，都要请求海神别去戳破他吹出去的牛皮。可是卞庄刚要出门，就有一队天兵前来催促，让他立刻就来到了天河边约束兵马。这才多久啊？我昨天才得了通明殿之令，今天就已经要走马上任了。
当时卞庄双腿一软，差点就瘫在了自己府邸的小院中。几位天兵见状，立刻向前搀扶，二话不说就把他抬到了此地，放到了副统领的位置上。看着那几名天兵对自己露出满是讨好般的微笑，卞庄当真是想把他们发配去天涯阁女书院，伺候那些喜欢折磨人的女仙人。这咋办呢？还能咋办呢？卞庄的心情正烦乱，先是捕捉到了东木公与海神驾云而来的身影。这一瞬，卞庄左眼之中放映着自己跟众多天将饮酒作乐，被众多仙子喊元帅哥哥的画面，右眼之中放映着他被几名天兵摁倒在地，扔入天罚池中，被狂雷劈砍，灰飞烟灭，那些仙子目中满是鄙夷。他甚至都能想到这些仙子在说什么。咦，假冒人教之命，骗吃骗喝，还得了天庭如此多的赏赐，当真是不要脸至极，败类无耻。哼，亏我还以为他会是今后的大元帅呢。不，这一切不能就此离他而去，他卞庄必须要把握住自己的命途。海神！卞庄脖颈青筋暴起，声音沙哑着，嘶吼着，发出了来自元神的呐喊。海神来了，是海神！海神大人呐！卞庄身后10万天兵排成上中下3层，前中后9军，此刻齐齐地看向卞庄，冒出了10万个问号。但卞庄已是不管不顾，此刻带着热泪，驾着白云，朝着东木公跟李长寿就扑了过去。相隔着还有数百里，卞庄就大声呼喊：海神，末将卞庄是您的副统领。东木公的额头挂了几道黑线，带着几分疑问地看向李长寿，低声道：要不再找个副统领？这个看起来不是很正常。啊，无妨。李长寿眯眼笑着，先是捕捉到了卞庄的神情，听到卞庄满含仙力的呼喊声，已是明白卞庄为何会如此。李长寿的心底也有些不解，这家伙当年在龙宫前，那为了科勒尔无视一切的傲骨呢？不过李长寿并不想为难今后的二师兄，尤其是看到如今卞庄何等英俊，再想想今后的二师兄形象，李长寿的心底冒出了各种感慨。卞庄急匆匆地飞到李长寿面前，也不知道是太过激动，双腿一弯，径直在云上，五体投地，趴在云上飞出了数百丈远。啪的一声，卞庄头埋在云朵中，双手在头顶合十，口中大喊：末将卞庄愿为海神效追仙子，不是，愿为海神犬马之劳，肝脑涂地，在所不惜。东木公皱着眉头看着李长寿，很严肃地问：当真无事吗？李长寿笑道：他此时还年轻，稍微磨砺一番，今后可当大用。趴在云中的卞庄不由得一愣，略微抬头，偷偷地看向前面这2位天庭10权大佬，心底疯狂地细品刚才海神的话语。这话几个意思啊？海神真的还挺看好我的？是我身上有什么独特且自己都没有发现的特质吗？吸引了海神的注意？卞庄还有些发懵，李长寿已经催促道：云上凉，卞庄统领快起来吧，还请卞庄统领先赶回去，让有品阶的将领出列，我稍后有安排需要布置。卞庄浑身哆嗦了一下，立刻跳了起来，目中懵懵然，心底一片空白。这是怎么回事啊？而李长寿此刻又笑道：卞统领，大法师赠你的钉耙可要收好了，莫要损了。卞庄嘴唇哆嗦着，紧接着便回过神来，高呼几声：末将领命，多谢海神。然后就把9齿钉耙抱在怀中，转身就朝着天河边冲去，口中急忙呼喝着：木公，咱们过去吧。李长寿含笑做情，与东木公欣赏着波澜壮阔的天河风景，说笑间朝着天兵汇聚之地而去。李长寿突然想到，二师兄家里似乎还有一个名为天涯阁的连锁仙人会所，这个
倒也有几分利用价值。待东木公交托了虎符，10万天河水兵对着李长寿行了礼，李长寿就正式接管了这10万天兵，并未多耽搁。李长寿立刻召集了大大小小300位天将。李长寿最先做的就是提拔了另外2名副统领，让他们与卞庄一同统管天河水军。卞庄对此毫无怨言，甚至还觉得这是海神知晓他能力有限所做的体贴安排。从大悲到大喜，卞庄在短短1天之内算是体会到了何为人生的潮起潮落。待李长寿挥退了众天将，只留3位副统领议事时，卞庄第一个凑了上来，双手捧着自己积攒多年的零花钱，2只戒指状的储物法宝。海神，这是末将孝敬您的。那2名天将对视一眼，赶紧开始自摸腰包。混账！李长寿突然一声呵斥，浑身透出了一股惊人的威严。卞庄双腿一颤，赶紧单膝跪地。李长寿拂尘一举，喝道：左右，将副统领卞庄拉下去，以天雷鞭抽打天罡之术。竟敢明目张胆地贿赂本神，这般风气若是盛行起来，那可还了得！卞庄张张嘴，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已是有几名天兵冲来，架起卞庄朝着侧旁而去。不多时，天河边雷光闪耀，卞庄的惨叫声来回回荡。另外2名副统领也是有些提心吊胆，还好李长寿并未再发怒，恢复了和颜悦色。待卞庄受罚而归，李长寿又赐下了疗伤丹药，让卞庄服用之后，与他们3个人开始商议大事。这10万天兵，李长寿自然不会拿去攻打四海叛军，他布置下去了3件事务。其一，将这10万天兵练兵地点选在南海、东海，就当着龙族的面，每月操练最少20次，此事由2位副统领负责。其二，选一批机灵一点的天将出来，由卞庄带着他们去南海、北海、东海龙宫挨个打秋风，并由卞庄现身说法，言说天庭如何如何的好。这方面的工作，李长寿会安排几名海神教神使全程负责指导卞庄。但是同样，李长寿也对卞庄下了死命令，在龙族吃吃喝喝可以，但是不可以染指海女、龙女，败坏天庭的威严，不然的话，哼，末将绝对不敢，不然任大人您处置。我话说在前头，你若真的犯了这事，便剥你的神位天职，令你投天法井去凡尘，化作一副女子见了便怕的模样。卞庄不由得双腿打颤，连说不敢。他在天庭混的这一段日子，其实也搞明白了，他喜欢的并非是那位女子，只是单纯的美色罢了。做好这些安排，李长寿拿出了一本练兵小册，让3名副统领仔细地琢磨。半个月内开始第1场四海演兵。这3位副统领抱拳答应，恭恭敬敬地送李长寿离开了天河边。李长寿刚走，另外2名副统领就同时拱手，一人笑道：卞大哥，我性子急，今后若有冲撞之处，还请多多担待。卞庄先是一愣，随后便忍着背痛挺直腰杆，含笑回答：好说好说。危机暂时度过了，而卞庄此刻已经是明白，他现在已经成为了海神的人。好听一点叫嫡系，难听一点就是亲信。哎呀，这个幸福来的着实是太快了，让他也有些措手不及、猝不及防，并迫切地给海神大人送一些家乡的土特产过来。离开天河边后，李长寿驾云赶往了凌霄宝殿，让天河水兵下凡去海中练兵，不过是他后续计划中的一环罢了。稍后之事还要跟玉帝陛下提前禀告一声，借天庭之力。行至凌霄殿，守门天兵不敢阻拦，殿前天将匆忙行礼，
李长寿驾云直接落在殿门前，端着拂尘，一袭白衣进了凌霄宝殿。高台上的白衣玉帝放下手中的书卷，笑道：长庚，可是又有了什么妙计？李长寿先是行礼，随后便将自己的部分计划详细言说一遍。当玉帝听到陛下您旨意已下，蟠桃宴便是决定龙族存亡之时，小神便以此为准，行收龙之事。小神觉得此时依然有完成上策之可能，让龙族主动报效投诚，天庭之危可尽扬矣。玉帝笑道：若长庚觉得时间急促，蟠桃宴也可推后。陛下断不可如此。陛下，诏令西改乃是大忌，陛下您一道旨意，便是天道运转也会受影响，波及天地间无数生灵。若轻易更改，岂非是天地大乱？陛下请放心，小神只是竭力去试一试，若可成，自是再好不过；若不成，也可为天庭收龙族后减少部分阻力。善。白衣玉帝感慨不已，叹道：得长庚无何忧虑，可有什么是天庭能出力的？李长寿沉吟几声道：小神斗胆，需要3样事物。玉帝顿时来了精神，讲来。小神需要陛下空白手书一封，不必盖天地印玺，陛下留一缕道韵在其上便可。善。小神需要蟠桃少许，稍后会去圣人门下玉虚宫、金鳌岛等地，拜会阐教、截教、执掌教务之人。以天庭欲收龙族入天之事，请两教高手发声驰援，对龙族施压。善。